64岁的小仙女看似平平无奇，背地里却有着120多个小男朋友。要想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费劲，你只需要2年赚到27个亿即可。富婆名叫山边节子，出生于1955年的日本熊本县。年轻的她也是标准的柳叶弯眉樱桃口，谁见了她都乐意瞅。毫不夸张地说，她的桃花运打从上小学开始就不曾中断过。节子几乎都没机会自己背着书包去上课，就因为身边的舔狗太多了，背书包这档子事儿根本没理由让她亲力亲为。在颜值正义的光环下，节子很早就意识到自己并非常人，就连她的父母也每天都在惶恐，不知道这该死的美丽会不会给这个家带来不幸。为了防患于未然，节子刚从高中毕业，父母就将她嫁人了。这是节子人生中的第一个男人，在汽修厂工作。2个年轻人的火力不是一般的大，仅用了3年的时间便已经儿女双全了。但节子却始终对这个被称作丈夫的男人爱不起来，倒也不是完全的不能爱，能爱，但只能爱一点点，所以空出来的那一大截爱意总要交由别的男人来填满，于是春色满园就关不住了。节子基本上一有机会便去外面广交天下豪杰，上赶着求彩的红星在你面前花枝乱颤。试问哪个干部能够经受得住这种考验？就这么这几年时间下来，熊本县的帽子生意都快被节子丈夫给包圆了。于是在节子30岁那年，2人的婚姻彻底告吹。节子父母真正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30岁的女人懂的都懂，而30岁的节子你最好不要懂。卸掉了婚姻的枷锁后，节子眼里就只剩下了2码事，一个是搞钱，一个是搞男人。但鉴于他搞到手的钱都是从男人腰包里掏出来的，所以说到底这其实就是一码事。节子的目标十分明确，谁有钱挣谁的。他辗转于当地的多家高尔夫球场寻找猎物，穿着打扮也是相当的清凉，该包的包，该露的露，仿佛唯恐撞不见那种又老又色又有钱的男人。经过对所接触到的男人进行一顿分析，节子总结出了不同类型男人的喜好特点。比方说那些上了年纪的大款就喜欢清纯的女生，节子便会各种脸红心跳加害羞，突出一个初恋感。而也有一部分富豪就喜欢那种高冷的女人，节子便会各种故作从容加正经，主打一个反差感。他会的可比你想的要多太多了，你不服都不行。光凭着自己总结出的这套方法论，节子就先后从10几位老板手里捞到了数千万日元的珠宝和豪车。毫不吹牛地说，他真的可以3句话让一个男人为他花掉18万。33岁那年，节子可算是迎来了自己事业的上升期。他用自己的人体魅力征服了熊本县的一位社长，并借着这层关系以及源源不断的资金，节子很快就在当地最繁华的地带开了2家居酒屋。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节子首先要感谢的就是社长。全身心的投入自然不必多说，但很快节子就发现，社长似乎越来越对自己无感了。偷偷摸摸一调查发现，人家果然是另结新欢了。新人胜旧人，现在轮到节子来做牛夫人了。他断然不肯甘心就此认命。节子深知社长的秉性，他多少还是有些文人的雅痞在的。于是节子决定写情诗，用文采来换回变了心的爱人。他写出来的诗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文采不文采的咱就不说了，反正也没有。咱就是说，这社长看到这种情诗真的会回心转意吗？你别说，你还真别说，社长居然真的被节子的诗给狠狠感动到了。2人如命中注定的一般，又尿到了一个壶里。此后节子的酒馆生意更是顺风顺水，凭借着手里广大的人脉资源，他又得以进军地产业，正好赶上日本的泡沫水涨船高，几乎不费吹灰之力的他就拥有了数亿的资产。在节子47岁那年，他斥资1个亿给自己盖了座宫殿，里面的设施都是怎么奢华怎么来。每当有路人见到这等气派的豪宅，都忍不住赞叹，这就是传说中的公主的宫殿吗？除此之外，节子的一切衣食住行均有向老佛爷看齐的态势，恨不能给10个手指头戴上20个珠宝钻戒。平时出门逛个街啥的，也基本上都是奔驰起步。富婆的生活说白了就是这么的朴实无华且枯燥。唯一让节子感觉到大事不妙的，就是自己与日俱增的年龄。为了自欺欺人，他豪掷800万日元给脸和胸做了个小手术。活了大半辈子，节子突然活明白了。在此之前，他一直都是想方设法让男人给自己花钱，现如今他倒要好好享受给男人花钱的滋味。于是牛郎店里的小哥哥就成为了节子的最爱。没有什么事比物化男性更能让富婆快乐的了。当地有不少年轻力壮的专业小哥哥都曾受过节子的恩惠，其中更是有一位靓仔，足足让节子为他花掉了数千万日元。
女人一旦潇洒起来，基本上就没男人什么事儿了。不用说也知道，照这样的节奏进行下去，杰子迟早要败光所有的身家。随着日本经济泡沫的一地稀碎，杰子名下的所有资产几乎都在一夜之间荡然无存。一番盘算下来，他反而还欠了银行1个多亿的债务。到了这种时候，就连一向对他关爱有加的社长也无能为力了。但生活总归还是要过，杰子接下来决定玩一票大的。在朋友的介绍下，他学会了一种新型的捞钱技术。这种骗术很简单，说出来你都能去做，但前提是要先做好吃牢饭的准备。杰子的套路是这样的，他假装自己是某大企业的代理人，向民间借贷。比方说你现在借给他100，1个月后他就还给你125。你借给他100万，1个月后他就敢保证还给你125万。如果真有这样能够快速用钱生钱的买卖，你干不干？明眼人都能看出这就是个庞氏骗局。刚开始你或许还能尝到一丁点的甜头，但在赌徒心理的作祟下，早晚有一天你会忍不住为了那更大的甜头豪赌上自己的一切。而杰子则什么事儿都不必做，每时每刻上赶着给他送钱的都已经排到了2里开外。通过不断的发展下线，杰子仅用了2年的时间就狂敛了27亿日元。按照他的尿性，这时候不飘是根本不可能的。光是日本的男人已经很难入他的法眼了。杰子开始玩起了跨国旅游，每到一处城市必然要去光顾当地的牛郎店。比方说在他60岁那年，就在菲律宾包下了一位靓仔，同时他还霸道地要求这位靓仔远离除他以外的一切女性生物。如果做得到，1个月12万人民币；如果做不到，啥也别说了，赶紧拍屁股走人吧。类似的专属男友，杰子便同时交往着好几十个。后来他在泰国遇到了一位肌肉小哥，春心萌动的杰子还要上赶着与人家结婚。咱也不知道一个年过花甲的老太太究竟是如何能够保持如此旺盛的需求的。好在杰子的庞氏骗局终于被日本警方戳破。当警方想要对他实施抓捕时，才发现这人一直都躲在海外，不敢回国。不得已，日本警方只好发布国际通缉令。最终于2017年4月份，正在泰国准备登机逃往下一站的杰子被抓了。随即他被引渡回了日本。最终杰子被法院判处了7年的有期徒刑。一代诈骗女王就这样乖乖捧起了牢饭。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杰子损人利己的行为固然可耻，但人家这一辈子过得还真是让人羡慕不已呢。人人都笑山边杰子，却又人人都想成为山边杰子。